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杜月华，现在是4月21号周四的盘后。今天的市场又出现了有力度的下跌，而且今天这个下跌啊，其实从幅度上2.26已经挺厉害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涨跌家数，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市场只有333家上涨了，因为我记得就是在前面可能包括之前那种阴线特别大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收盘都有400多家，靠500家上涨。所以今天这个阴线下来以后，其实市场整个人气已经一塌糊涂了。这个时候来讲，实际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接下来几天，我觉得关键交易日里面可能市场会怎么演绎。我回顾了一下，就这轮从指数判断来看，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这个节奏上的一个判断失误，因为前2天的时候大概在这儿，因为这个调整我是能看出来，包括之前的低点高点这都是 OK 的，但是这里我是判断失误了，因为我觉得这里是调整到位了。虽然当时我是觉得可能权重股会拖点后腿，但是这个调整现在这种弱势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厉害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，一般如果看错了被打脸以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重新审视观点，因为这时候特别容易变成什么情况呢？是因为我之前看好，所以即便错了我会坚持看好这种情况，这种从交易的角度，这是件特别不值得的事情。我现在重新检视了一遍我的观点之后呢，我还是跟大家讲我的观点没变。第一呢，就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害怕的时候？它答案不是，因为大家可以知道，就这轮指数下跌的话，从高点现在其实已经跌了蛮多了。我们之前一直是在提醒大家风险，而且中间5分钟中枢运行到现在应该是第3个。如果这个位置真往下走，我个人的经验是下不去的。你即便跟我讲后面所谓的有各种各样的风险，这下去以后背驰还得再拉回来，得震荡足够长的时间才有可能能形成更大的下跌空间。所以这儿往下走，我是觉得第一没有必要害怕，这个观点我没变。第二，我是觉得现在看真正可能有就是相对而言可能有风险的是2类股票。第一类就是前期跟指数节奏不一样的，就是指数跌的时候它不跌，它在涨，这种东西你是不太好评估它的补跌风险，对吧？第二就是基本面上可能踩雷的票，就最近为什么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实际上你要避开那个有可能马上要出季报的票，这种看盲盒的东西，如果你没把握，你最好盲盒开完以后再去看。除此之外，那些最近已经跌了50-60个点、60-70个点的股票，只要基本面没问题，业绩出完一季报业绩出完之后，我觉得接下来总体上应该是机会。所以我重新审视一下这个观点是这样的。那第二，短期怎么演绎？我借助15分钟 K 线看，今天因为昨天跟大家讲不背驰嘛，对吧？我说这里面可能还得再走1分钟中枢。经过今天这个下跌之后呢，其实今天盘中有一波快速反弹，但是收盘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又打掉了。但是再往下打的过程中，你看到现在的这个 MACD 的柱子其实就没有当时长了，所以我觉得要么明天就是低点了，就这轮的低点就在这儿，要么因为这轮下跌不是跌得比较快吗？这个背驰会导致在这再做一个1分钟中枢，这个中枢往下再破一破背驰才是低点，我估计就是这2种走法。所以在现在来讲，如果说从交易的角度来讲，大家要特别注意，一个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，现在就是那些可能跌幅已经比较大的东西，尤其是把一季报出完或者一季报预报公告已经出来的东西，接下来就要特别注意他们1分钟级别的底背驰啊。如果这个背驰成了，我还是这个观点，这是一个买股票的时机。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情况，我以什么呢？我以半导体板块为例，半导体设备，应该叫半导体。等会儿啊，我这个正好这个窗口挡住了我现在那个，叫半导体元器件，半导体及器件。前2天跟大家讲就是谈超跌的时候，跟大家聊到了，我说我自己能看出来，光伏是小级别是背驰的，但是军工跟半导体，我说。我还有点拿不准，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小级别不背驰，大家记得吧？就这个地方，我当时跟大家讲。现在这里今天半导体下来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往下走，如果下不去，这就是背驰，这个地方把握应该就大了。所以现在很有可能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比如说前期你可能已经找到一些股票是背驰的进去，止损点可能就放在低点上，今天打穿了，怎么办？从经验上看是下不去的，但是这种东西不作数的。所以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，就这里面有点麻烦的，就是每个人在处理风险不一样。如果是我去讲，我会建议先出。为什么先出呢？因为你本质上你不能猜它必然是背驰，或者说必然下不去，所以先出，出完了以后是背驰，你再做回补。
这样如果运气好一点，有可能还倒点差价；不好的话，有可能你买的价格比卖的价格还要高2、3个点，是有可能的。但这么做对风险的管控其实是最好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是一方面就是像半导体这种，因为累计跌幅已经比较大了嘛，这个位置再往下走，那我估计10之8九1分钟是要背掉的，是要再上来的。但是在管控风险的时候，怎么管控，这个其实是很有讲究，因为你不能假定必然是这么走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因为周五一天，然后下周初这个过程，要么是演绎可能短线直接见底，要么演绎可能还有1分钟下跌中枢，对吧？然后我把昨天跟大家说的东西再看一下。中午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大家，因为早晨做直播我跟大家讲了，我说我觉得这个走势大概率是今天探底回升，这不对嘛？我当时对着是这个上证50的这个股指期货讲，因为当时早晨的时候跟大家讲，我说这儿我觉得没见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这地方应该得往下走，甩一个背驰段，如果背驰了，这应该就低点。其实在这个地方你看啊，今天下午的时候大概就一开盘1点0几分的时候，有一波快速拉升，1分钟图其实已经拉回去了。当时是保险跟证券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位置做了个延伸，其实我对于这个出现背驰回拉的这个预期，其实是对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它显然比我想的走的弱，就是它回拉回去以后居然还做了延伸，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核心还是看这个延伸的力量，目前看这力量出不来，那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去。所以我说我检查了很多这个包括走势以及结合了中线的这个位置，我个人觉得现在不是一个特别就值得怎么讲，值得很担忧的一个地方。所以现在无非就是最麻烦的就是什么，一个是高位套牢下来，套了很多的，我觉得实在这种情况发生了，那套都套了那么多了，这时候只能稍微停一停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问题不是特别大，只要你别踩雷就行。第二，就最麻烦的就是前2天进去了，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风险管控就是应该是先出，因为我这么多年经验告诉我说，如果你被打脸了，就是所谓打脸，就是你预期的一个走势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。就像我今天仔细检查了很多走势，我说这东西是不是我看错了？所以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，这个管控风险。第二，我是觉得如果出了买点，你再做回补就行了。这种时候，我觉得对风险的管控是比较到位的。所以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观点就是这样。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前2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证券这种板块不是不太好吗？但这里大家注意，证券这个位置呢，其实现在距离前期的低点很近了。如果证券再往下破，我个人觉得我对证券板块的看法就变掉了，我会觉得他们是有中线机会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证券的中线，前期我说证券不好是因为它往上冲不过去，但如果这个位置它再往下掉，这个位置你看啊，形成的这个中枢如果往下掉形成背驰的话，我会觉得这里应该是个中线机会了，这跟之前的结构就不一样了。今天的保险其实差不多吧，我觉得因为证券跟保险应该是一个类别，所以随着市场的一个变化，这些板块其实还是应该有个新的动态的评估方式。这就是今天我所有想跟大家讲的。第一，这个短线位置跟预期的不一样，那么仔细检查过观点，我认为这里面应该是主要看机会的。第二，这个低点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我觉得要么可能就是明天，有可能是明天上午，要么在这还有一个1分钟中枢震荡，因为跌得比较急，这个背驰导致一个震荡消化以后再有一个背驰段，但是时间上来讲应该是比较近的，不会太长，因为一个1分钟震荡的话，2、3个交易日最多了，应该不会再超过这个时间了。如果超这个时间，这时候反倒要去仔细想想看是不是有问题。所以我自己对指数、对走势，包括对于看好的方向的核心看法，今天跟大家做个交流。这段时间其实就像我说的，今天这个下跌，我觉得人气特别差，其实会让大家非常难受。那这种难受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？那我提出我的建议供大家参考，好吗，各位？那接下来就一起来观察一下，看看在接下来几天市场会怎么运行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各位，明天见。